如果有一顆星球能讓人類逃離太陽系未來的一切災難，但代價卻是你必須親手把自己的命壓在那 0.3% 的湮滅概率上，你還敢出發嗎？在距離地球635光年的深空中，靜靜漂浮着這樣一個世界——開普勒 22b。 它被無邊無際的超級海洋徹底包裹，沒有大陸，沒有邊界，只有覆蓋整顆星球的深藍色液態世界。不過，有科學家猜測，開普勒 22b 也可能是綠色。它曾一度被称為是最接近人類第二家園的超級地球，因为和那些足以讓人瞬間蒸發、撕裂、凍結的死亡星球不同，這裡或許真的是宇宙中少數能讓人類活下來的地方。當然，前提是你能活着抵達那裡。歡迎來到開普勒 22b， 這一次我們將親自登陸這顆傳說中的超級地球，看看在人類文明之外，宇宙究竟還隱藏着什麼。宇宙就像一片沒有盡頭的黑暗森林，而太陽系不過是其中一座偏安一隅的安全避難所。在數十億顆恆星之間，還散落着無數沉睡的未知世界，只是它們離我們實在太遠了。以人類目前最先進的飛船計算，就算速度達到光速的 20%， 想到達開普勒 22b 也需要連續飛行3175年。那意味着當飛船抵達時，地球上的文明可能早已徹底消失。但這一次我們不打算老老實實飛過去，因為這座星際太空港已經為我們準備好了人類從未被允許公開使用的競技技術——曲率引擎。它會通過強行扭曲時空，讓飛船繞過正常宇宙，在折疊的空間中完成超光速躍遷。太空港 AI 剛剛給出了最終結果，本次航行安全抵達概率為 99.7%， 至於剩下那 0.3%， AI 沒有解釋。所以現在繫好安全帶，深呼吸，曲率引擎開始過載，倒計時結束，飛船正式起航。伴隨着一陣幾乎將身體撕碎的時空扭曲感，曲率躍遷終於結束了。劇烈震顫的飛船重新恢復平穩，舷窗外漆黑的宇宙也逐漸顯露出新的星空。那裡就是開普勒 22b 所在的恆星系統，而那顆被無數科學家反覆討論，甚至一度視為第二地球的星球，如今終於真正出現在我們眼前。可真正抵達這裡後，眼前的景象卻和想象中完全不同。這裡沒有太陽系那樣複雜而熱鬧的行星家族，沒有龐大的氣態巨星，也沒有密密麻麻的小行星帶，整個星系安靜的詭異。目前為止，人類在這裡竟然只發現了一顆行星，只有開普勒 22b， 它孤零零地懸浮在黑暗深空中，像一隻沉默注視着我們的巨大眼睛。而更詭異的是，它所在的位置幾乎完美。開普勒 22b 恰好運行在恆星系的黃金宜居帶內，這個距離不會像水星那樣被恆星烤成焦土，也不會像海王星那樣被凍結成冰幕。在這裡，溫度理論上剛好允許液態水存在，而它依偎的那顆恆星也和太陽極其相似，那是一顆穩定的季型恆星，持續釋放着接近5200攝氏度的炽熱能量。從宇宙尺度來看，這裡幾乎滿足了生命誕生所需的一切條件。可問題也恰恰在這裡，它實在太完美了，完美的不像自然形成的世界，更像宇宙故意擺在黑暗裡的誘餌。因為隨着探測數據不斷回傳，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開始慢慢浮出水面：開普勒 22b 的直徑大約是地球的2倍，而它的質量卻接近地球的9倍。這種恐怖的體型意味着它擁有遠超地球的重力，以及厚到難以想象的大氣層。那已經不是普通意義上的空氣了，而是一層足以把鋼鐵壓成薄片的高壓地獄。在這種極端環境下，就連水都發生了改變。它不再是人類熟悉的液體，也不是普通氣體，而是進入了一種極其詭異的超臨界狀態。在那裡，液體與氣體之間的界限會徹底消失，海洋不再擁有真正的海面，空氣也不再存在明確的邊界。整個星球就像被一層滾燙而粘稠的深藍色流體徹底吞沒。科學家推測，開普勒 22b 很可能是一顆徹頭徹尾的海洋星球，而那片覆蓋全球的超級海洋之下，到底隱藏着什麼，沒人知道。這也正是我們來到這裡的原因。飛船開始進入軌道減速程序，隨後調轉推進器，朝着那片翻滾的藍色深淵緩緩下降。很快，厚重的大氣層吞沒了整艘飛船，外層裝甲開始發出刺耳的金屬呻吟，舷窗外的世界也逐漸被無窮無盡的幽藍色雲海填滿。10分鐘過去了，30分鐘過去了，1個小時過去了，下方依舊什麼都沒有，沒有大陸，沒有山脈，沒有陸地，視野裡只剩下一片仿佛永遠沒有盡頭的深藍色海洋。
整個世界安靜得可怕。它不像一顆星球，更像一具漂浮在宇宙裡的被海水徹底灌滿的巨型空殼。就在所有人都開始懷疑這裡根本不存在任何登陸點，甚至準備終止任務的時候，飛船傳感器的警報突然響了。原本沉寂的探測屏幕開始瘋狂跳動，在下方數萬米深不斷翻騰的超級海洋之中，系統竟然捕捉到了一道極其微弱卻異常清晰的信號。那不像金屬，也不像生命反應，而更像是一塊陸地。隨着飛船轟鳴着撕開那層異常厚重的大氣，登陸艙終於重重砸向地面。可雙腳真正落地的瞬間，一股幾乎令人窒息的沉重感便像海嘯般猛然壓了下來。那不是普通的重，而是一種仿佛連骨骼都要被壓碎的恐怖力量。開普勒 22b 接近地球2倍的重力正在瘋狂拉扯着身體的每一寸肌肉，每邁出一步都像拖着一具灌滿鉛塊的躯殼前進。宇航服的關節開始發出不堪重負的摩擦聲，就連呼吸也變得越來越艱難。可詭異的是，與這種恐怖重力形成鮮明反差的，卻是眼前這個世界近乎溫柔的景象。遠處那片覆蓋整顆星球的超級海洋，正在恆星微弱的金光下緩緩翻湧，空氣中彌漫着淡淡的水汽，氣溫甚至稱得上舒適。如果忽略掉那幾乎壓斷脊椎的重力，你甚至會產生一種錯覺，這裡好像真的適合人類生存。而這種錯覺並非毫無依據。在任務出發之前，飛船 AI 曾根據恆星距離與能量模型對開普勒 22b 進行過理論推算，結果顯示這顆星球的理論平衡溫度接近完美的22攝氏度。這個數字幾乎像是專門為人類文明量身打造的。可就在所有人開始對這顆第二地球重新燃起希望時，刺耳的警報聲卻突然打破了短暫的寧靜。飛船傳感器顯示，實際地表溫度正在持續升高，而且遠遠超出理論預測。科學家們最擔心的情況還是出現了。開普勒 22b 那層厚到誇張的大氣層，此刻就像一張包裹整顆星球的宇宙巨毯，正在瘋狂鎖死恆星釋放的熱量。這意味着一個熟悉而恐怖的詞正在這裡悄悄誕生：溫室失控。如果這種效應繼續惡化，開普勒 22b 最終可能會變成另一顆金星，海洋會被徹底蒸乾，大氣會變成滾燙的高壓毒雲，整個世界最終淪為一顆數百度高溫的赤紅煉獄。可更諷刺的是，如果它根本沒有這層大氣，它又會變成另一個極端，就像水星那樣，白晝被恆星炙烤，黑夜卻瞬間跌入極寒深淵，因為沒有任何東西能替它保存熱量。直到這一刻，人類才終於意識到，真正適合生命存在的世界其實脆弱的近乎苛刻。大氣層太厚是地獄，太薄同樣也是地獄。而就在眾人沉默之際，飛船的大氣分析報告也終於緩緩出現在主屏幕上。那一行行冰冷的數據徹底擊碎了所有幻想。開普勒 22b 的大氣之中充斥着大量原始氢氣與氦氣，那是巨大行星最常見的組成成分。而真正致命的問題是，這裡幾乎不存在氧氣，人類根本無法呼吸。只要脫離宇航服，幾分鐘內肺部就會因為嚴重缺氧徹底衰竭。然而更危險的還不是空氣，而是腳下這片看似平靜的海洋。實驗數據顯示，那些幽藍色的液體之中很可能混雜着超高濃度的強酸、重金屬以及大量人類從未見過的未知化學物質。它們看起來像水，但實際上更像是一鍋被宇宙煮沸的毒液，只需要皮膚短暫接觸就足以造成致命損傷。於是，一個讓所有科學家都無法理解的問題開始浮現在每個人腦海。這裡明明擁有液態水，擁有穩定熱源，擁有厚厚的大氣層，甚至連溫度都一度接近地球。按理來說，它幾乎具備了生命誕生的一切條件。可為什麼這裡卻死寂的可怕？為什麼這顆看似完美的第二地球，直到現在依舊沒有留下任何生命存在過的痕跡？如果生命真的曾在這顆星球上誕生，那麼它們或許也只是停留在最原始的微生物階段。這裡沒有龐大的生態系統，沒有閃耀的文明燈火，更沒有人類幻想中的外星城市。放眼望去，整個世界只剩下一種令人不安的永恆死寂。可就在所有人都以為這趟探索即将以失敗告終的時候，遠處翻滾的濃霧深處卻突然傳來了一陣詭異的聲響。那聲音低沉而模糊，像某種巨大生物在海洋深處緩慢呼吸，又像無數金屬在黑暗中彼此摩擦。它穿透厚重的大氣，在死寂的世界裡顯得格外刺耳。沒有人知道那聲音到底是什麼，但也正因為未知，人類才會忍不住靠近。
哪怕身體已經被雙倍重力折磨到瀕臨極限，骨骼不斷發出細微的脆響，他還是咬着牙朝那片迷霧緩緩走去。可每邁出一步，都像背着一整座山脈前行。高重力帶來的恐怖消耗讓心臟開始瘋狂跳動，胸口像被鐵錘不斷砸擊，連視線都逐漸模糊起来。終於，他再也撐不住了，整個人脫力般靠在一塊冰冷的黑色岩石旁，大口喘息着，只想爭取幾秒鐘短暫的恢復時間。可偏偏就在這一刻，飛船太空港 AI 的主系統突然像死機般瘋狂閃爍，那份遲到了太久的大氣與環境深度分析報告終於彈了出來。然而，一切都已經晚了。開普勒 22b 那層厚到誇張的大氣層，此刻終於徹底露出了真正的獠牙。它就像一雙看不見的宇宙巨手，從四面八方瘋狂擠壓着人體內部的每一寸空間。肺部最先開始崩潰，在接近臨界值的恐怖高壓下，肺泡開始成片破裂，殘存空氣被強行擠出體外，整個肺部組織在短短幾秒內迅速塌陷。緊接着，缺氧、內出血、器官衰竭如同多米諾骨牌般接連爆發，監視器上的心率曲線開始瘋狂跳動，隨後驟然歸零，整個世界再次恢復死一般的寂靜。而那顆被無數人寄予希望的開普勒 22b 依舊靜靜漂浮在635光年之外的黑暗深空之中。它擁有浩瀚無邊的海洋，擁有遼闊到看不見盡頭的天空，也擁有看似接近完美的溫度。可對於脆弱的人類而言，它終究不是第二個地球。也許宇宙最殘酷的地方就在於，很多世界看起來像家園，卻根本不屬於我們。而在這片冰冷到沒有盡頭的宇宙裡，人類至今唯一真正適合生存的地方，或許依然只有腳下這顆曾被無數人忽視的藍色星球。好了，今晚關於開普勒 22b 的深空探索之旅到這裡就結束了。如果你喜歡這種關於宇宙、未知文明與極端世界的科幻科普內容，別忘了訂閱。這裡是小哥睡前科普，下期見。